这就是咱手艺。师傅，你这么大个子，摔我一糟老头子，不是欺负人吗？哎，不如这样，还是叫我徒弟跟你比划比划吧。啊！好家伙，你都真有两下子！那徒弟啊，快替师傅挡一阵，师傅酒瘾上来了，我再喝两口啊！想摔我师傅，没门！滚远点！你没资格跟我过招！哎，没得商量。我怎么教你的？照打！呀！打起来了！打起来了！谁和谁啊？神教巴图和陈真打起来了。哦，巴图力大，陈真可能要吃亏。也好，让他长长教训。好了，大家休息一下。金孙，进屋喝茶去。哇，这鼓好结实啊！哎，谁家做的？哎呀，赶紧明儿给老叫花子定做个更大的啊！我在上面睡觉，准保比皇上的龙床还舒服啊！师傅，对不起，我……哎呀呀呀，你没输。摔跤讲究得把人摔倒在地，他把你摔在鼓上了，他不算赢。那我接着跟他打。哎，行了，徒儿，你还是给师傅看着酒壶吧。啊，来，哎，可不许偷喝啊！啊，师傅，你小心啊！老头，我如果摔死你，你有钱买棺材没有？你先把我摔倒在地上再说。呀！甭管谁打，都排，争取明天上报。快快快快快！
哎，这摔跤的大个子可真沉呐，打得我腕子都酸了。慢着，擂台之上，你们难道要打群架吗？抬着你们的师傅去敲郎中，叶某自然会为他报仇。去吧，去吧。师傅，神教巴图被摔下擂台，吐了血。这个陈真居然能赢巴图？不是，是陈真的师傅，那个老叫花子把巴图摔下擂台的。冤家，不管是谁了，你既已贴出了免战牌，谁把谁摔死，都不关你的事。你们两个也不要再偷看了，告诉所有弟子，门外的擂台与精武门无关。不行，此事因我而起，擂台比武，生死攸关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哎，正主出来了！哎，星爷的，要不然咱俩不打了，让陈真和霍元甲他们两个打，好吧？不行，你我已上了擂台，非打不可。啊，我认得你呀，你不就是那个号称虎鹤双形震天下、劈山倒海南拳王的叶双行吗？哎，报纸上说了，你已经败在了霍元甲的手下。哎，我和我徒弟是来给你报仇的，你怎么反倒难为上我了？啊！你适才口出狂言，又打伤巴图，我打你怎的？哎呀呀呀呀呀！非要打呀？喂，可你辈分不够啊！啊？这样吧，我跟你打上50招，你若在50招内看出我是什么门派、什么套路，我就算你赢；50招内没看出来，哈哈，就算你输了。接招！虎鹤终于传来了！我虽看不出门道，但这老头的拳太怪异了。那日我和他过招时，便已看出，他拳技各家拳法之所长，韩谈看出源自何门何派。50招到了！哎，叶师傅，看不出来吧？啊！
再打！哎，我早知道你看不出来，你已经输了。哎，给脸不要的东西，滚下台去，滚下台去！徒弟，小胡，我酒瘾犯了。拿上来！师傅，小心！多谢霍师傅。徒弟，九胡，师傅，哎，叶师傅啊，让你认输你不肯，吃苦头了吧？告诉你，我这一脚刚刚可是收了劲儿的，不然非踹折你3根肋骨啊！前辈，我已经贴出免战告示，你们师徒为何苦苦相逼？请尽快拆除擂台，离开此地。哎，我是不会走的，除非你上来打嘞。用不着霍元甲，让我雷霆云试试你。哦，八卦门雷霆云，你可是大名鼎鼎的美髯公，不过你的胡子可比你的八卦掌厉害多了。好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八卦掌。哎，等一等，你跟叶双行不是一个辈分的，我只能给你30招。30招之内，你若看得出我是什么门派、什么套路，你就赢。如果看不出，你就滚下台去，换霍元甲来跟我打。雷老前辈，他腿脚功夫了得，近身相击，攻其面门。别打了！晚辈霍元甲，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孙老前辈见谅。谁是孙老前辈？阁下，莫不是鹰爪门的前辈孙无极、孙大侠吗？师傅，谁是孙无极？闭嘴！前辈，昨日我见您脸色灰暗，似有旧疾，刚才又连战3场，现面带潮红，恐是内伤损耗所致吧？霍元甲呀，霍元甲，你是郎中吧？你不会要卖我大力丸吧？哎，师傅，他好像说的对啊。您前2年不是说旧病复发了吗？你听不见我叫你闭嘴吗？都是你惹的祸啊！非要来打什么擂台？哎呀，这算了，哎呀，走了走了。
师傅。孙无极，莫非是鹰爪门第一高手？不当掌门，只愿做江湖散仙的孙老怪。就是他。我倒是听说过，此人专门研习各门各派的武功，化为己用。霍元甲，你不仅能打，还有见识。刚才那个老头跟雷大侠说，只要在30招内能看出他的门派和套路，就算赢。而你不到20招，还站在台下就看出来了，吓得他们就跑了。人才呀！荣先生谬赞了，元甲怎敢贪功？刚才若不是雷老前辈八卦掌功底深厚，逼他使出看家本领鹰爪功，恐怕我也难以识破他的身份。师傅，慢点。行了，他们没跟过来。师傅，您没事吧？受伤了？啊？来，坐坐坐。师傅，您没事吧？啊？我没受伤，就是老毛病又犯了，稍微累着一点，就这样，没事的。哎，喝口酒，压压就好了。好。怎么样，师傅？啊，你看，好了，没事了啊。哎，师傅，您的大名叫孙无极呀？哎呦，这胡说！这么难听的名字，怎么会是你师傅我呢？哎，那为什么霍元甲一点出名字来，您就拽着我跑啊？哎呀，我是因为累了，怕他们看出破绽，才找个机会跑的。你这个汉子，你怎么能当真呢？啊，没有，你怎么能当真呢？你说呀，你别跑，你给我回来！好，赶快擦干啊！这边好了，下面干了，上面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了，干了吧？爹，倒立。好，1、2、3，哎，立住，好，好了，爹，推腹。躺下。爹，孙老怪是谁呀？你听谁说的？我听许大友他们说的。我长大了一定要一拳把孙老怪打扁。不许乱说。这老人家啊，原名叫孙无极，他呀是爹的前辈，你可不许不敬。那他武功厉不厉害呀？厉害，当然厉害了。那爹和他比谁厉害？这不是没比过吗？你奶奶啊不让爹比武，你娘虽然没说，但爹也看出来，她也不愿意。哎呀，说实话，今天啊把爹痒坏了。要知道，江湖传闻孙无极可是武林第一高手啊，爹要是能跟他过一下招，那就痛快了。可惜了，来，给劲儿。我爹才天下第一，孙无极打不过我爹。别瞎说。疼。忍着。
你怎么也起来了？平日里你卯时练功，今天寅时不到就起了，我能不担心吗？我睡不着，你可得多睡会儿，孩子也要睡的。你要不是怕娘担心，定会上擂台与孙无忌比武吧？啊？怎么，失去了当武林第一的机会，觉都睡不着了？不要不承认，自从你上次连胜雷霆云等3大高手名震上海滩，你晚上做梦都笑出声了。是吗？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平日里你还总说许大有是武痴，在我看来啊，真正的武痴是你自己。哎，天下最了解我霍元甲的，就是你呀。当日我写免战告示书，精武门立于沪上，一不为钱财，二不为争勇，所秉宗旨为一，强健我中华同胞体魄耳。写完之后，扪心自问，多少有些心虚啊。我自幼体弱，7岁时便背着父兄开始习武，刚开始是练着玩的，可3个月后，第一次和人比武，就将对手3次摔倒在地。当时所有的人都为我摇旗呐喊，那时候的情节，我至今还记得。后来就经常跟人比武，先是和我同龄的孩子打，再就和大我3岁的打。等13岁那年，我就和成人高手约战擂台，且屡战屡胜，扬名境海。后自创迷踪拳，开师门收徒弟。再后来，为了金门大侠的称号，曾在擂台上连胜9场。唉，庚子年，父兄因为我而遇难，我开始后悔起来，不该习武，惹是生非。若不是想着为父兄报仇，我真想自废武功啊。再后来的事，你就都知道了。所以一身武艺对我来讲，是福也是祸呀。有一身好武艺，不是坏事，但比武斗狠，就不是什么好事了。我听说孙无极是鹰爪门的前辈，那你可知，他带徒弟前来捣乱，是何缘故？当然是为了替鹰嗣报仇而来。鹰嗣之死，朝廷虽未查出个子丑寅卯，但江湖上一直有传言是针对我的。浩浩中华文明，自古以和为贵，但尚武之风亦久。所谓书剑联袂，是人所求之道。孔子言6艺，文武未分途，武，士之荣耀也，故敢死越商；武，侠之所恃也，故一诺千金。后，武学分也，一曰军阵之武，二曰民间之武。民间之武渐成武林，唐宋之后，权剑并尊，到了前明及本朝，更是门派林立。力虽有之，弊端亦显，即各门各派喜于争强好胜，推崇自家武功打压其他门派，一桩桩一件件，由此引起的恩怨甚至惨案，还少吗？夫人，你什么时候把武学渊源和门派纷争探究得如此透彻？所谓近朱者赤，我嫁了个武痴，难道不应该懂得这些吗？夫人言简意赅，几句话就把千年武学和武林弊端讲得清清楚楚，元甲由衷佩服。元甲，你最初练武的目的是什么？那时候身体弱，想变得强壮，不被别的小孩欺负。初心即为本心，正如你今日不高，
所秉宗旨为一，强健吾中华同胞之体魄耳。这句话说得好，太好了。至于拳脚分胜负，擂台见输赢，那是井蛙之见。我这么说，你别不高兴。是，古人习武，不是为了做攻城略地的将军，就是为了做称霸武林的豪杰。然今非昔比，前有鸦片之战，后有甲午之役，泱泱大国早已行姿狼狈，而所谓的武林，仍在为技高一筹和门派之争打得头破血流，真是可笑。若要因为技高一筹而自鸣得意，在我看来，最应该得意的是洋枪洋炮。至于门派之争，比武斗狠，自是英嗣之流所推崇的。我想你应该厌恶才是。冤家受教了。夫人一席话，让我惭愧不已。来上海前，我和晋孙彻夜长谈，也没有想透刚才夫人话中的这层深意。之所以前有3大高手，后有孙无忌师徒，想必都是为了精武门的这块牌子。别人以为我霍元甲要新立门派，挑战武林旧尊，又怎能不把擂台摆在我家门口呢？你真觉得我说的有些道理？有，这道理让我茅塞顿开。至于精武门的事，我需和晋孙再好好商议商议。全都有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每人再给我写一篇，一定要注意，要有看点，看点，看点啊！写不出来，写不出来，今天谁也别回去睡觉。总编，又有什么事儿啊？这天都快亮了，再不印刷可就来不及了。要不换一篇吧？干嘛非要写霍元甲呢？把别的新闻拿出来放在头条也是可以的。不行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咱们报馆能起死回生，靠的就是报道霍元甲。在精武门门口搭的那个擂台，咱们是真金白银花了钱的呀，不报道咱们就亏了。去给印厂打个电话，就说推迟1个小时啊，推迟1个小时交稿。看着我干什么呀？写呀写呀！各位，有写出来的没有？哼，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你们啊！你们听听我这个标题啊：武林第一孙老怪惊临上海滩，缩头乌龟霍元甲，盲观精武门，怎么样？好啊！这个好，这个好是好，可是
属谁的名啊？这精武门可都是打拳的，万一报复，不说霍元甲了，就算他的徒弟来，一拳还不把您的门牙打掉啊？怕什么怕呀？这篇文章，它当然是不能署我的名字。可我不是害怕，我是给诸位一个红遍上海滩的机会。怎么样？谁来？不行啊，谁自告奋勇啊？你来。说你的。哎，何玛丽不是被开除了吗？对，这篇文章就属他的笔名啊。本报新闻记者何马。给我来一份。大爷，你要买报吗？啊，海上新报比平时贵1倍，有重要新闻。嘿，你这么小就会趁火打劫啊？啊，够了吧？卖报就卖报，再喊什么霍元甲缩头乌龟，揍你啊！本报新闻记者何马，何马，元甲，这说你是缩头乌龟，你还笑得出来？这位何记者的文笔还是不错的。文笔再好也是造谣，尤其是新闻记者，更难容忍。这个《海上新报》再三跟精武门作对，这次不能再饶了他们。这个姓何的记者，3天内我把他扔到黄浦江里喂鱼。哎，金孙，你可是个有宏图大志的人，万万不可因为这舞文弄墨的小丑而惹上官司啊！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呀。是我拉你来上海的，你我彻夜长谈，欲以精武精神换国民之自强，哪成想碰到了这家《海上新报》。那个姓曹的总编已经可恶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拨是非。现在这个姓何的记者竟然发出这样的新闻，直接替我们在报纸上关门了，这不是要毁了精武门吗？不急，流言蜚语总会不攻自破。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乐观了？这标题的前一句倒是挺准确的。孙无极，江湖人称孙老怪，确实够得上武林第一。这个人啊，来无影去无踪，现在惊现上海滩，是个难得的机会。金孙，我觉得我可以和他好好交交朋友。倘若能把他请来精武门，给弟子们指点一二，这也许就是新武林的开始。元甲，你好像胸有成竹，可这不太现实。他是鹰爪门的人，你与鹰爪门……今晨，我与夫人长谈之后，便在脑海中勾勒出武林的全新模样，摒弃门户之见，终结门派之争，便是发轫之时。师傅，哎，这报纸您看过了？振生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昨晚一夜未归，我真怕你有什么闪失。这能有什么闪失啊？就是他们住得太远了。金孙，你……没错，我让振生跟了一回这个孙老怪。金孙，你不能这样啊！师傅，这个事儿不能怪农先生，他们是鹰爪门的，咱们不得不防。怕一乐渴死我了。
振生，他住在哪儿？有多少帮凶？朱家角，那么远？可不嘛。昨天他们离开擂台，直奔码头坐船去了。我也买了张船票，他们在船头，我在船尾，一直到了松江码头，他们下了大船，又雇了条小船，我也雇了条小船，一直跟到朱家角。这个孙老怪，他住在一个废弃的酒窖里，没发现帮凶。那个酒窖十分偏僻，周围一户邻居都没有。咱们趁月黑风高之夜动手，肯定神不知鬼不觉。振生，你说什么呢？师傅，这个孙老怪一定是为鹰寺报仇来的，趁他还没有帮凶，咱们赶紧动手，不然等到大批鹰爪门的弟子到了，咱就来不及了。住口！孙无忌是武林名宿，难道你还想杀人不成？他已经找上门了，那就说明鹰寺的事儿肯定是漏了，等着他们先报官，那咱就遭殃了。武林有武林的规矩，我相信孙无忌不会报官。振生，明天早上你带个路，我要登门拜访。您去拜访他，这不打草惊蛇吗？我相信，我一定可以和他化干戈为玉帛。我还想请他到精武门来教授武功呢，到时候你可得好好学学。师傅，农先生这……哎，好了，你这一来一回的也辛苦了。明天一早，咱们赶第一班船。不累。那这河马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不收拾他呀！不找他，难道就由着他这么造谣？振生，看来昨天让你背写1000遍四戒，还远远不够。你也别睡了，现在就去书房，再写2000遍。骂我师傅缩头乌龟，还造谣精武门关门。河马，你等着啊！我要让你变成死马。大师兄，听说你又被罚默写了，真让人心疼。我知道大师兄平时最不爱写字了，所以特地让小莲擀了碗面条，还加了点肉丝儿，给你补补。吃吧，吃完有劲儿，写得更快。哎，大友，你对大师兄真好。大师兄对你好不好？好啊。大师兄有困难，你帮不帮？帮啊。帮大师兄把剩下的1500遍写完。大师兄，我比你还不爱写字。哎，面条给你吃，有肉。不行，这要让师傅知道了。大友，你不是出卖大师兄那种人吧？当然不是，对吧？大师兄，别的事儿我能帮，但这事儿真的……大友，我要出去办件大事儿，此事不办，我枉为霍门弟子。什么事儿？要不要帮手？你要真想帮我，就帮我把剩下的字写完。大师兄，曹大人，你凭什么冒我之名发表假新闻？你也太过分了！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呢？就是这篇文章，那天我去了新闻现场，霍元甲发了布告。已经说明了拒绝比武的原因，何谈缩头乌龟？更何况他在一旁观战，便识破了孙无极的身份，这足以证明武功见识非同寻常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而且还署名新闻记者河马，一看文笔就知道是你所为。河马丽，这篇文章不是你写的吗？我今天早上还夸这篇文章文笔好呢。你忘了吗？你胡说！你2天前就把我开除了。
被开除这件事情，除了咱们报馆，外面有人知道吗？报纸已经印了，销量那是再创新高，你何大记者的名声已经红遍上海滩了，这要改，可改不了喽。我要登报声明，揭发你。好，我同意。哎，就在咱们《海上新报》上登，版面费我只收你一半。你真无耻！我无耻。逃婚，从乡下逃到大上海，你骗了南方的聘礼，人却跑了，你现在说我无耻？哎呀，哼，一个女孩子，仗着读了几天书，就想跑到大上海来当记者，哼，有那么容易吗？啊？也就是我曹大人心善，把你收留了。大上海几十家报馆，有第二家敢要你的吗？不识抬举。我说把你开除了，就是为了给你个教训。当然了，真要把你开除了，我还是很心疼的。你呢，还是回报馆来上班啊？我给你提的那个要求啊，你也该答应我了吧？我请你放尊重一点。我很尊重你的，我没有让你当妾，我要明媒正娶你。当然了，先做个外事，等我老婆死了，我就给你扶正。你敢打我？我滚！你现在就给我滚！我正式通知你，你被《海上新报》开除了。我看还有哪家报馆会收留你？啊，像你这样的女人到大上海来找饭碗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只能去窑子，而且赶紧去，别在街上溜达。霍元甲的那些弟子都在到处找你，正等着打你闷棍呢。你干什么？再打我，我报告巡捕房。你好，你有什么事啊？我找一下河马，新闻记者河马，我是他老朋友了，多年未见，甚是想念。今天我看了报纸，才知道他在你们这儿供职，所以就来了报馆。您能帮我找一下他？嗨，玛丽，找你的 old friend。I don't know him。麻烦您帮我找一下新闻记者河马。刚才那位就是何玛丽小姐，她说不认识你。不是，我不是找何玛丽，我找河马。对呀，河马就是何玛丽小姐的笔名。冷静点儿！你是该死，但不该这么死。你要死了，全上海都以为我师父怕孙老怪，
才关的精武门。你是精武门的霍元甲的徒弟。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后门守徒刘振生。我想起来了，刚才就是你冒充我老朋友，去报馆找的我。是。怎么了？那你不是来救我的，是来找我报复的。你带刀了没有？给我一刀，抹了我的脖子。就你这个小体格还用刀啊？一掌就劈死你！那就快劈吧，快点！好好的怎么就想不开了？我原本以为我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，没想到一瞬间它就破灭了。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你倒是快动手啊！你要是个男的，污蔑我师傅，我肯定一掌劈死你。好男不和女斗，以后小心点。那你救我干什么？多管闲事！哎，你还这么年轻，你觉得你死了值吗？我是被诬陷的，我为什么要死？我死了，坏人不就得逞了吗？对啊，我不死了。你还要不要给你师父报仇了？不报了是吧？那我走了。大师兄，可累死我了，1500遍，我这腕子都快折了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又想沙燕了吧？我说你乐什么，大师兄？你告诉我。一边去！大师兄，哎，你今天办的事办了没有啊？到底什么事啊？你跟我说说呗，大师兄。你真要去见那个孙无极呀？早晚要见面，躲是躲不过的。人家是前辈，即使登门拜访，总要带些礼物才行。你看我准备的这些行吗？太好了，周到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一定要以谦逊之姿来讨好这位前辈，才有可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聊啊，要不然都是武林中人，还不得一见面就动手了？所言极是，夫人准备的这份厚礼就是敲门砖，多谢夫人。还是要多加小心才是啊。放心吧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。什么梦？梦见这回是女儿。对不起啊，袁家。为什么说对不起啊？我知道你喜欢儿子，男孩可以子承父业，可以把精武门发扬光大。谁说我只喜欢儿子了？咱不是有东诀了吗？哎，
这回啊，我还真希望你能给我生个女儿呢。真的？真的。2天前，娘还跟我说过，有儿有女，此生才算圆满。你呀，这回如果生个女儿，那可就立大功了。我还得好好的谢你呢，是吧，女儿？那边走是吧？师傅，这就到了，那边。倒真像个隐居之所啊。不过，找个酒窖来隐居，也不是常人能做到的。国爱啊，孙老国爱嘛。哎，等一会儿见了面，可不许提这2个字。在武林中，孙老前辈长为师一辈，你需小心恭敬。好。有人吗？谁呀？请问孙老前辈在吗？晚辈慕名而来，不知前辈能否赏脸相见呢？这么客气干嘛？大门又没上锁。前辈，在下霍元甲。放开，放我下来！卑鄙！师傅，烫着一个。我听见了，霍元甲耳疾较快，竟能逃过我下的网，总有20年的功底吧。嘿，哎呀，哎呀，徒弟呀，你绑紧点，然后出去望风，看看他们带了多少帮手。霍元甲很狡诈的，我们不得不防啊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师傅。放开，放我下来！卑鄙！老怪物，你要是爷们儿，把我放下去，咱们真刀真枪干一场。振声，不得对前辈无礼。孙老前辈，今日元甲带着徒弟刘振声远道而来，登门拜访，您的待客之道也太特别了吧？切，什么登门拜访啊？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吧？前辈何出此言？你以为我眼瞎耳聋吗？告诉你，武林上有啥风声，我全都知道。当天在精武门门前，你认出了我，我为什么找你？恐怕你也心知肚明了吧？元甲今日既然来了，就不打算再隐瞒什么了。好，那你说，我四师弟吕四英确实是我杀的。哼，这么容易就承认了？你到底带了多少帮手来？确定能杀了我灭口？我早已言明，今日是登门拜访，前辈为何一口一个杀字？这个
就不劳烦前辈了，我自己把他放下来，如何？今天我来还备了份薄礼，被您一同套在网里了。如果不放下来，这礼也没法送啊。我孙老怪的酒窖是你精武门，你想怎样就怎样。不敢。老怪物，你说你这么大岁数，除了会使暗器、设圈套害人，你还会干什么？哎，你把我放下去，你看我怎么把你这个鹰爪掰成鸡爪子！振声，你叫刘振声，怎么了？你还舔着脸叫唤？前天下了擂台，我本打算在上海多住几日，喝点好酒。没成想你小子在后面跟踪我就只好跟你演戏，直奔码头回了朱家角。我好歹也混了几十年江湖，你跟我跟得这么容易？嘿嘿，你就不动动脑子？上了船，我和我徒弟在船头，你在船尾，戴个斗笠就以为我认不出你来了？我就是不想搭理你。在松江码头换乌篷，我带的徒弟在前，你在后。船家加了1倍船钱，对吧？你还让人家替你保密，哼哼，跟我玩这套，你可差得远。哼，见刘振声跟踪我就猜到，霍元甲一定会来的。四师弟，大师兄今天就要给你报仇了，你睁开眼睛看着。呀！孙老前辈，且慢动手。吕思英死在我手，事出有因。他虽为朝廷命官，却作恶多端，使名副其实的武林败类。我杀他，并非只因私仇。哼，几年前，金门霍家遭了难，你爹霍恩帝死于非命。这件事我有所耳闻，但如果我没记错，那是在庚子年。乱世之中，洋枪洋炮，是你先在京城惹恼了洋人，才招致灭门之灾。你不该把这笔账全记在英嗣头上。可你霍元甲在英叔大开杀戒，10几条人命啊，其中就有我鹰爪门5位高手。你还一把火把房子烧了，毁尸灭迹。霍元甲，你够狠！这一劫乃近10年来在武林中最大的一宗血案，更是我鹰爪门自道光年以来受过的最大耻辱。霍元甲，我绝不会跟你善罢甘休的。前辈，鹰嗣勾结洋人，危害武林在前，杀戮无辜在后。我杀他，既是为武林除害，也是为民除害。何谈武林血案，更何谈鹰爪门的耻辱？呸！鹰嗣那些事我很清楚，就算他不地道，那也轮不到你霍元甲出手。你懂不懂武林规矩？规矩？前辈说的是哪一条规矩？大宋年间，武林才见门派初分，老祖宗就预料到继承武林就免不了有恩有怨，为避免血雨腥风，便定下了规矩，不管何门何派，只要是正统弟子，犯了错，都需交由本门惩处。我鹰爪门自成立以来，天下各派谁敢争锋？至光绪年，鹰门9子响彻武林。你竟然杀了鹰嗣，就是不把整个鹰爪门放在眼里。我与鹰嗣结怨于庚子年，可我并没有立刻复仇。没想到数年间，他不知悔改，一意孤行，助洋为虐。被他害死的武林中人又何止数十？我之所以摸到他的行踪，是因为我的二徒弟高齐背叛师门，跟着鹰嗣做了很多坏事。我本欲清理门户，可谁知顺藤摸瓜，得知鹰署之内藏匿少女10数人，供鹰嗣和洋人行乐。
可以说鹰嗣已经恶贯满盈，十恶不赦。我不杀他，又怎能救得下那些良家妇女？从这一点看，就可以不论武林规矩。更何况，多年来鹰爪门对吕四英的胡作非为视而不见。难道老祖宗就没有规定过各大门派约束门徒、惩处奸佞吗？要谈武林规矩，是贵派先坏的，而非我霍元甲。霍元甲，你还真能说会道，啊！说什么为救良家妇女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实不相瞒，杀了鹰嗣之后，我也想过，早晚要面对鹰爪门的前辈，故而找到了那些被营救的女子。这，就是他们的证词。他们本来不愿意再提及此事，但为了佐证救命恩人的义举，便纷纷在上面画了押。前辈请过目。哼，我怎么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少时，我也听父亲讲过一条老规矩：一旦武林中出现了败类，自家门派又不加管束，其他的门派有代替惩奸除恶之责。风雪之夜，元甲提枪应数，机缘于此。霍元甲，你牙尖嘴利，名不虚传。请问，你说的这条规矩后面还有一半，你可知道？败类若被其他门派所除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除恶之人必须亲自到该门派的掌门前，把事情原委说清楚。若只杀人不登门解释，那就是对该门派最大的不敬。霍元甲，你可曾对鹰爪门亲自登门拜访？哼，这就更加怨不得元甲了。我听闻10年前，贵派德高望重的前任老掌门，也就是您的师叔，横死之后，鹰爪门已乱，至今都没有选出新任的掌门，这能怪我吗？如果某门某派的掌门之位空缺，那就向该门该派的嫡传大弟子解释。你找了吗？虽然来得有些晚，但元甲今天不是来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鹰门九子，武林尽知。九子中的大师兄，不就是您孙无极孙老前辈吗？哦，这么说你今天来找我，就是要解释你杀我师弟的事吗？不仅如此，还请前辈向鹰爪门的各路英豪解释，吕四英危害武林，祸害百姓，死有余辜。元甲杀的是恶人，无意与鹰爪门为敌。哼哼，说的真好听啊！照你这么说，我应该跟你道谢。师傅，看清楚了，就霍元甲一个人。嗯，他真没带帮手？没错，一个都没发现，正是好机会，咱爷俩一起上，把霍元甲给宰了。去，接着望风，屋里的事跟你没关系。孙老前辈，元甲诚意来拜，除了被吊着的大徒弟刘振生带路外，确实没有带其他人。事情的原委我也都讲清楚了，前辈总该相信我了吧？霍元甲，你要是带10个8个的徒弟来，我孙无极跟你的过节也许就一笔勾销了。可你，哼，你也太过分了！你是看不起我孙老怪。前辈何意？你明知道我有个徒弟叫陈真，他的功夫你也见识过了，你大老远的来就带了1个徒弟，你是觉得你的迷踪拳能够战胜我的鹰爪功吗？你有10足把握是不是？你什么辈分，我什么辈分？你才练了几天拳脚，就把我这练了一辈子的孙老怪不放在眼里，更是看不起整个鹰爪门。今天我跟你没完！
前辈，袁家此番诚意来拜，绝不是与您一较高低。您出招为何如此凶狠呢？哼，不想一决高低，你来干什么？前辈请息怒，听袁家多说几句。您的武功可谓天下无敌，袁家与您之间更差着辈分，想用迷踪拳打赢前辈，那更是痴心妄想。这一点，袁家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你是见打不过我，想改口，溜须讨好我。我告诉你，我孙无极可没那么好糊弄。随前辈怎么想，但袁家此番来拜，确实是有目的。好，就让你小子再啰嗦几句。杀鹰嗣后，袁家本应浪迹江湖，隐姓埋名一辈子。可是流浪途中，屡见洋人欺我同胞，国人既受烟毒之害，又受禁武之故，身体羸弱，精神萎靡，被指为东亚病妇。这4个字，洋人信手拿来，随便得很。可袁家入耳，心如刀割。此番，袁家携一家老小，冒险抵沪，开设精武门，绝不是要以一个新门派来对抗武林旧尊，而是想通过精武门打破旧武林门派纷争的陋习，倡导自强共进的新风。设想有朝一日，习武之风盛行中华，男儿个个身强体壮，男女老幼精神振奋，洋人岂敢再侮我为东亚病夫？如果以中华武术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，将是何等的丰功伟绩呀！真不知天高地厚，你以为你是当今皇上啊？袁家虽只是一介草民，却愿为国强民振尽一己之力。戊戌年，袁家有幸聆听谭嗣同谭大人的教诲，后更有幸与抵抗洋人的前辈大刀王五结为兄弟。时至今日，袁家虽未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，但此2人的胸怀和精神却一直感召着我。前辈，袁家刚才都是肺腑之言，还请前辈深思啊！好，听了你这一番梦话，我这个自幼习武的老头心里边也挺敞亮的啦。可是你说来说去，这跟你来拜访我有什么关系？要想武林有新气象，关键是打破门派界限。袁家斗胆，恳请前辈到精武门教习武功。你说什么？当然了，也有私心。等前辈到了精武门之后，晚辈就可以和您切磋武功，钻研武学了。喂，精武门是你霍元甲开的，你请我去当教头，真以为我是个老叫花子，吃不起饭呐？哼！我若真去了，上千个鹰爪门的弟子，他们会怎么看我？我连鹰爪门的掌门都不做，我会给你当武教头，你要骑在我脖子上拉屎啊！你真是欺人太甚！好，我这就用看家的鹰爪功废了你的那个迷踪拳。
前辈，你没事吧？这就叫做兵不厌诈呀！前辈，您的鹰爪功确实厉害，冤家甘拜下风啊！哎，不行，我有几年没像今天打得这么痛快了，胜负还未分。哎，霍元甲，你不可以认输的。哎，能和前辈过招，便是冤家的荣幸。实不相瞒，自从上次相见之后，冤家就一直奢望着有今日的切磋，适才打得淋漓尽致，冤家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你心满意足了，我还没打够呢。今天不是我的鹰爪索你的命，就是我死在你的迷踪拳下呀！哎，前辈，要打明日再约如何？嗯，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冤家今天实在是太累了，我得回去好好休息休息。您是前辈，总得给晚辈一个养精蓄锐的机会吧？也好，那明日再战啊。还有啊，这里是您的居住之所，今天你打得狼藉满地，实在是不像个样子。明天我们约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痛痛快快的打一场，如何？嘿，正合我意呀！啊，出了门往北，在后山山顶上有个好地方，明日你我那里再战啊！遵命。哎呀，还有，那您看我这不争气的徒弟，是不是可以把他放下来了？他在上面吊着不舒服，咿咿呀呀的叫唤，也影响您休息啊。哎，嗨，这小子，好，你自己动手吧。好。你我啊，老怪物，上！还不把礼物呈上？那就先行告辞。师傅，你怎么放走他了？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啊！我坐下。师傅，拿酒来。师傅，酒。
他们呢？霍元甲敢伤我师傅，我去宰了他！哎，等等，区一个霍元甲，怎么会伤得了你师傅啊？这不关他的事。师傅，那您这是？哎，其实呢，是你师傅救急犯了，要不然早就像捏小鸡一样捏死他了。你可千万别去追霍元甲，万一他知道你师傅身上有伤，明天比武他必有所藏，那打起来还有什么意思？哎，刚才这一架打得真是痛快，哎呀，真是痛快呀！好多年没遇到这样的对手了。师傅，哎，这个霍元甲确实有两下子。师傅，他不是杀死四师叔的仇人吗？您怎么还夸他呀？谁是你四师叔啊？就是霍元甲说的吕思英啊，他刚才不是都已经承认了吗？你个臭小子，我让你在外面望风，你怎么偷听啊？啊！师傅，我刚才是偷听了。哎，您是鹰爪门的嫡传大弟子啊？那不是无影无踪派，那我是您的徒弟，我也是鹰爪门的，那我一下多了好几千个师兄弟呀！师傅，您带我跨江渡河，塞北江南的，找了霍元甲1年。就是要给四师叔报仇啊！您真是有情有义的大师兄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哎，我告诉你，我是鹰爪门的大弟子，可你跟鹰爪门没关系。哎，你就是无影无踪派，挺好的。哎，以后啊，你别跟着他们瞎掺和，知不知道？还有，吕思英是我师弟。20年前我就看出来他不是好东西啊！哎，你更用不着叫他师叔了啊！哎呀，什么啊！榆木疙瘩脑袋，还不快点做饭给师傅吃？我可得好好恢复元气，要不然明天比武胜不了霍元甲。去了。师傅，刚才那老头的鹰爪功已经乱了分寸，您为何不乘胜追击，却说自己累了呢？行啊，被吊得那么高，居然还能看出门道来啊！这个孙无极是劲敌，不出必是后患。哎，镇上，这是武林的旧习气，得改一改。这怎么？以后不许动不动就除掉这个除掉那个的。孙老前辈是用嬉笑怒骂隐藏着一身正气，他是当之无愧的大侠。通过刚才的比武，我断定他身有旧疾，而且很严重，不然以我的武功，别说取胜，能抵挡100回合都难。真的？你呀，赶紧找找，看看当地最好的药铺在哪儿。药铺？哦，对，您受伤了，我这带着药。行，我这点小伤算什么？我想起咱们金门名医赛扁鹊范先生给你师爷开的方子，那个方子应该对孙老前辈也管用。师傅，咱给他抓药啊？怎么着？师傅，要不咱今儿晚就回去吧？为什么呀？这个孙老怪太坏了，您就说今天咱一进门就中了他的圈套，我就怕他万一是装病拖延时间，为的是等明天鹰爪门高手赶来处，您就吃亏了。孙无极成名江湖已久，他行为怪异，也是早就出了名的，但他为人十分仗义，常有除暴安良之举，他的人品修为早有公论。你想的不太可能，你呀，还是早点休息，养足精神，明天好保护为师啊。您哪用我保护啊？从来都是您保护我。
可从小我也没少替您挨师爷打。哎，师傅您干嘛呢？衣服被抓破了，补一补。哎呀，师傅，您怎么能干这活呢？给我帮我来。不用，我这都快缝完了。哎呀，师傅，你这个小针脚又细又规整，我跟您这么多年，没发现您会这手啊。学武艺光靠蛮力可不行，一定要心灵手巧，要不然怎么练就上乘武功啊？年轻的时候，我都是背着你们缝衣服，怕被你们看见不好意思。这几年有你师母照顾我，这种活儿都不用我做，手一抖